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看一条看起来很美，但骑起来很真实的路线，从 Pescadero State Beach 一路骑到 Sam McDonald Park。如果你刚看到地图，你可能会觉得沿着海边骑进山里，应该挺舒服吧？但我可以直接告诉你，这是一条标准的耐力考验路线。整条路线大约13.5英里，听起来不长，但问题在于，你几乎是在一路爬坡。起点在海面附近，而终点接近1000英尺，总爬升超过1000英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你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段。一开始从海边出发，你会觉得很轻松，海风、海景一路都很完美。但很快，你进入 Pescadero 小镇，并往前骑，坡度就开始渐渐上线。接下来是这条路线最核心的一段 ，Pescadero Creek Road。这一路其实非常漂亮，一边是小溪，一边是山谷，树荫覆盖也不错。但问题是，它不会停。这是那种坡度不陡但一直在爬的路，你会感觉自己一直在用力，但始终到不了底。当你骑到 Roma Mall 附近的时候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后半段路明显增加，弯道也变多。如果前面节奏没控制好，这一段会非常难受。很多人还在这里掉速，甚至需要停下来调整。但如果你坚持住，继续往上骑，你进入红森林区域，那种被高大树林包围的感觉，其实很治愈。也就是这条路线给你的精神奖励。最后，当你到达 Sam McDonald Park， 你会很清楚一件事情：你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爬坡训练。总结一下，这条路线不适合想轻松骑的人，但非常适合想变强的人。如果你想练耐力、练节奏，或者提升爬坡能力，这条路非常值得反复骑。当然，记住2点：第一，前半程一定要控制节奏；第二，带够足够的水和能量补给，因为这条路线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湾区这周的要闻。美国梦的认知重塑。曾几何时，美国被无数华人视为改变命运的黄金跳板，但到了2026年的今天，这种认知正在发生巨变。根据最新的官方数据，一股从走出去到回归本土的潮流正在悄然重塑全球人才版图。2025年，中国出国留学生人数超过了57万人，而回国人数竟达到了23万5千人，回流比例惊人的接近94%。相比2003年仅17%的回国率，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转向。今天我们将通过5件重要的报道，深度解析当代华人在美国面临的身份、法律和生活挑战。
无论您是在读留学生、H1B 持有者，还是已经入籍的美国公民，接下来的内容都与您的利益息息相关。第一个报道：精英回流与绿卡拒签潮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人才流动的风向标。曾经顶级学府如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出国深造是主流，但现在其比例已从10年前的16.5%降到了现在的8.5%。吸引人才不再仅仅是硅谷，而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中国科技引力场，特别是在 AI、半导体和新能源等前沿领域。为什么精英开始动摇？除了国内发展的机遇，美国移民局的极端收紧是核心诱因。美国移民局近来大幅提高了职业移民的拒签率。数据显示 ，EB1 杰出人才绿卡的拒绝率从25.6%飙升到了46.6%，几乎翻倍。而备受留学生关注的 NIW， 也就是国家利益豁免，拒签率更是从38.8%狂增至64.3%。审理官现在要求极其明确、客观的数据来证明申请人的杰出能力，任何支持性材料都会受到严格质疑。对于许多科技人才来说，留在美国工作的可能性正在被政府的高墙阻挡。第二个报道：身份红线，撤销国籍与酒驾驱逐。如果您觉得拿到绿卡或入籍就万事大吉了，那接下来的消息会让你感到警觉。美国司法部最近已经锁定了384名已入籍的公民，计划通过法律程序撤销其公民身份。这仅仅是首批目标。在当前政府的领导下，司法部正全速清理通过欺骗手段获得身份的行为。1年内移交的剥夺身份案件数量已超过前4年的总和。除了欺诈，日常行为也可能导致身份丧失。4月16日，加州共和党议员提出新法案，非美国公民，当然包括无证移民、签证持有者，甚至绿卡持有者，如果一旦酒驾导致他人死伤，那么将面临驱逐并永久禁止入境。更严格的提案甚至建议，只要有1次酒驾罪记录，无论轻重，都可能被驱逐。这向所有华人同胞敲响了警钟，法律的容忍度系数正在降至冰点。第三个报道 ，NIW 新风向，哪5类人能加速拿卡？在 H1B 工作签证因大厂职员而变得不稳定的背景下， NIW 国家利益豁免成为许多华人的避风港。但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有胜算？根据最新的评估逻辑，名片上的头衔不再是核心，关键在于你所从事的方向是否具备长期价值。目前有5类人在 NIW 申请中具有明显优势。第一类，关键科技领域，如人工智能、数据科学、半导体
和能源转型的工程人才。第二类，具备持续累积轨迹的人，你的教育、研究和工作必须有一条清晰的主线，而不是零散精力的堆砌。第三类人，能清晰说明自身价值的人，不仅要解决问题，还要能逻辑清晰地辩证该问题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。第四类人，具备可验证成果的人，这不仅限于论文、专利、技术报告、产品贡献或者业界的推荐信，都是关键证据。第五类，具备成长潜力的人 ，NIW 更关注未来，看重你是否在稳定投入并建立可持续的发展基础。第四个报道，社会福利陷阱。对于在美养老的华人家庭，公共服务的变化同样令人头痛。由于施工和人手限制，社会保障署已经暂停关闭多个美国地下面对面服务。现在，所有的地下访问基本都必须提前预约，否则会拒之门外。更严重的打击来自财务规划。一位华人大妈因为在某一年出售房产或提交了养老金，导致年收入超过了10.9万美元。结果2年后，她的社安金几乎被扣光，医疗保险保费大幅上涨。这是高收入额外金额机制的滞后性。政府会根据你2年前的报税数据来确定当下的福利。如果你在2020年有一笔意外高收入，那么在2026年，你的医保支付比例可能会从25%一路飙升到85%。这提醒我们，退休后的财务管理必须提前咨询专业人士，避免单收入冲高带来的福利缩水。第5个报道，日常生存规则。最后聊聊生活中的细节。Costco 在2026年开始严厉打击借卡购物，门口加装了扫描仪，且规则极其严苛，一个人犯规，全家拉黑。如果你的附属卡持有者在门口闹事或者违规退货，主卡人的资格也会被一并取消，甚至全家被永久封号。与此同时，美国的消费文化正在经历一场崩塌。调查显示，近80%消费者为当前的消费习惯变得荒谬。44%的人表示减少了消费支出，尤其在加州，餐馆平均消费收入为17.2%，全美最低。通胀压力让人不再愿意支付系统默认的20%起步的消费。这种消费疲劳正在改变美国的餐饮服务业。最后，从宏观的人才回流到微观的消费争议，2026年的美国正在一个复杂的多事之秋。对华人群体而言，政策的刚性正在变化，生活的隐性成本也在提升。在不确定的时代，寻找确定的路。希望今天的报道能为您的美国生活、学习、职业规划提供有价值的参考。谢谢您的收听。如果您觉得内容有帮助，请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。我们下周再见。